许律师，刚刚得到法院那边的消息，案子进展到追加被告这一环了。这么快啊？许律师，你那边应该很晚了，还在工作？失眠，习惯了。哦。我打电话过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你可能和被告认识。认识？他跟你是大学同系，低你2届。他也是恒大的。没错，他叫陈思思，有印象吗？我正在跟他一起吃甜品呢。看来从之前网上泼脏水到今天的偶遇，可能都不是巧合。网文圈里都懂的套路：抄袭小透明，剽窃别人的创意，再塞点钱让对方闭嘴。这虚假的声明，温香是把网友都当傻子吧？1年不写东西，到底是灵感枯竭还是没得可抄了？以前那些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吗？学姐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我看你脸色怎么不太好？学姐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吧？学妹，你是不是在千和网有一个叫苏成的笔名啊？啊，学姐，你是神仙吗？我不是神仙，我是温香。直接坦白局啊！我干脆找个法官来这儿给你俩开庭得了。学姐，你没跟我开玩笑吧？哎呀，你说这世界也太小了吧？那微博上我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！没，啊，我冷静一下。学姐，不是，你看，这事儿误会大了。我要是早知道温香是你，我肯定不会发那条微博的。是吗？嗯，为什么呢？你肯定不会干抄袭这种事儿啊。学姐，你是不是把我给告了？你看，这误会可闹大了。我要是早就知道苏成是你的话，那我就早点告了。为了不影响这本小说的影视改编，他们要求你在道歉声明中承认自己不仅发布过污蔑我的长微博，也曾煽动水军攻击过我。我没有啊，学姐。啊，我也知道发这样的声明确实是挺难为人的。但影视制作公司的意思是和解不成就继续起诉。可是学姐，我真没要故意攻击你。我当时发那篇帖子的时候，是因为我真就是那么以为的。我那时候也不知道你就是温香啊。后来那篇帖子它自己发酵到那么高的热度，跟我真没关系，那就是网友自发的行为。思思，网络不是法外之地，做过的事情都会留下痕迹的。你就算现在不承认，等之后调查起来也会被发现的。咱们呢，都是一个学校出来的，你是我的师妹，我当然不想把事情闹得太不好看。那学姐，你能不能先撤诉啊？你看你撤诉了以后，还是可以找律师把事情查清楚。
咱们停下和解，和和气气的，这样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这倒也是个办法。可万一我撤诉了，有心怀不轨的人给我挂一个心虚的名头，再怂恿写诗人起诉我的话，那可怎么办呀？学姐，你是不是想太多了？如果对话陷入僵局，可以跳脱出原本的思路，尝试换个话题带动他的情绪，让他放松警惕。思思，其实我最近过得特别不好。我知道，以现在的这种情况，别说影视版权卖不出去了，再这样下去，网站跟我解约也是分分钟的事儿。怎么会呢，学姐？你可是网站的摇钱树。现在作者一茬接一茬，很快的。但我被清河网踢出了局，别的网站肯定也不会再签约我了。学姐，你多虑了。就算真有那么一天，至少石灿他肯定不会袖手旁观的。毕竟你当年在学校那么关照他，对吧？他现在那么忙，不会顾得上这种小事的。我本来还想，只要真的是你买的水军，有石灿这层关系在，至少我还可以求求你。那不然，学姐你就求求我呢？真的是你？你从一开始就知道温香是我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不也没信吗？你不是说，在大学的时候，是在杂志上看到我发表的文章才有的文学梦吗？你未免也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了吧？从那时候就开始抄了吧？一篇抄袭的文，凭什么数据那么好？我就是想让大家看见真相，就是没想到，学姐你也太不堪一击了。我不过就是买了那么一点儿水军，你就不行了？哎呀！姐姐，对不起。学姐，刚才是我情绪失控了，说了很多违心话。其实我没做那些事儿的。你还在南湖附近吗？这是反应过来被录音了，来找补了吧？不方便，还是之后法庭见吧。